今天我们来聊聊语言天才们是不是在作弊。先说一个看起来很狂的案例，东京大学有位学生青野孝弥，靠自学在1年内同时学会了5门外语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不是5年，而是1年里同时进行5种语言。许多人连学好1门外语都觉得困难，他却能在短短1年搞定5门。这听起来庞佛开了外挂，让人怀疑多语言高手是不是用了什么秘密作弊手段？为什么他们学得这么快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多语者的秘密，看到底是哪里作弊。首先，我们得定义一下这里的作弊，不是指真正意义上违规弄虚作假，而是指他们找到了一套不同于传统的学习套路，就像电玩玩家发现隐藏关卡，拿到神器，从而大幅提升效率。一般人在语言学习这款游戏里可能辛苦练级，刷怪进度缓慢，多语大神们庞佛掌握了攻略秘籍，绕过了许多弯路直达高地。我们一项项来看他们的秘技。秘技1，疯狂沉浸，营造母语般环境。传统学习语言多半是在课堂和书本中度过1周几节课，外加背单字、做习题。课堂之外，我们生活在母语环境，学过的外语知识常常无处使用，很快就忘得差不多。而多语者的第一个作弊手段就是打造沉浸式环境。大家可能都听过沉浸式学习很有效，但你可能低估了它的威力。语言天才们往往会千方百计让自己全天泡在目标语言里，例如把手机接口换成那种语言追剧，只看外语原声字幕，听的音乐也是那种语言。社群媒体关注一堆该语言的博主，甚至连自言自语都用外语进行，他们等于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迷你国外环境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人在家里却搞得庞佛，随时身处国外，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用西班牙语说 Buenos dias 早安，吃早餐时播法语新闻，通勤路上听日语播客，回家追1集韩剧，日复一日。这种大量输入让语言像空气一样围绕着他们。别人可能1周才上2小时英文课，他们一天就在不知不觉中听说读写累积好几小时。长此以往，大脑庞佛真的住进了那种语言，慢慢开始习惯用外语思考。这种疯狂沉浸的程度对一般人来说近乎不可思议，但是多语者却乐在其中。可以说他们把环境这个游戏参数给改了。普通人是短暂啃书本地生活，而他们是全天候泡语言，宛如开启语言学习的上帝模式。当然，现代科技也给了我们这种作弊的机会。网际网路让电影、音乐、文章、语言交换对象触手可及，我们不出国门也能沉浸在外语世界中。多语者深知这点，并且最大化利用。长期下来，他们大脑对这门语言的适应度远胜普通学习者，难怪进步飞快。秘技2，强制开口，立即实战。许多人学外语总想先背够单字，学好文法再开口，结果常常学了多年还是不敢说，一开口就卡壳，陷入哑巴外语的困境。但是多语大神偏偏反其道而行，他们最爱的作弊方式之一就是从第1天起就强迫自己开口使用，不管词汇量只有几十个，也要拼凑着说。这种大胆开口看似疯狂，却能快速磨练听说能力，建立语感。曾经有一位号称语言学渣的年轻人，用了强制开口的方法，居然在短短3个月内掌握了10种语言的基本沟通。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但重点不在于精确的语言数目，而在于主动使用的威力。他每天刻意让自己轮流说不同语言，录音、对话，甚至自言自语，一有机会就把学到的新句子讲出来，哪怕发音不标准，文法错误百出，他也照说不误，然后根据对方反应不断修正。这种边学边用的路线，其实正是婴幼儿习得母语的方式。孩子可不管语法对不对，咿咿呀呀乱讲一通，在错误中慢慢纠正，终于脱口而出正确表达。多语者等于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婴儿学语言的环境，允许自己犯错，不怕出糗，反复练习发声。透过不断开口，他们更快克服心理障碍，也更早获得反馈，调整发音和用词。相反的，普通人往往因怕说错而沉默，结果失去大量练习机会，学得再多理论也难以转化为口语能力。多语者的开口秘技
等于跳过了漫长的理论积累，直接进入实战，用实战带动学习。这就好比游戏中一开始就给你一把武器去实战练级，而不是先在新手村打牧人。10年实战中的成长远比闭门造车更快。秘技3：记忆王牌，巧用大脑黄金法则。背单字和句型是语言学习绕不开的一关，但多语者背单字的方式跟一般学生很不一样。他们好像有超强记忆力，看过的单字转头就记住，不易遗忘。其实秘密不全在天生记忆天赋，而在于善用记忆科学，掌握复习节奏和联想技巧，让背单字事半功倍。早在19世纪末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研究记忆，绘制出著名的遗忘曲线。人对新资讯的遗忘速度有规律可循，如果不复习，1-2天内遗忘大半，但只要在将遗忘未遗忘之际适时复习，就能大幅延长记忆寿命。很多多语者可能没读过艾宾浩斯，但他们在实践中很有默契地找到了间隔复习这个黄金法则。具体来说，他们会频繁地重复接触已学词汇，今天学的单字，明后天一定复习一遍，1周后再看一遍，隔一段时间再用用看。现在更方便的是，各种记忆 App 如 Anki、Memrise 等内建的间隔重现功能，就像贴心提醒，在你快忘掉某单字前推送给你复习。这相当于给记忆装上一个自动提醒的外挂，确保重要单词反复出现在脑海中，最终牢牢刻在长期记忆里。除了科学复习节奏，联想记忆也是他们的王牌技巧。多语者背单字不喜欢死记硬背，而是想方设法把新词跟已有知识连结起来，编故事、打比方、找谐音趣味。比如英语的 ambitious 野心勃勃的，他们可能猜成俺必胜，脑中浮现一个大喊我必胜的人，滑稽又鲜明，单字就此记住了。又比如法语的 pain 意思是面包，他们也许会联想面包吃多会肚子痛 pain， 结果法文单字和意思都串在一起，再也忘不掉。这种荒唐好笑的画面正是记忆的粘合剂，越是夸张的联想，大脑越愿意留下印象。不知不觉中，单调的单字表被他们转化成一连串脑内小剧场，每个单字都出演过一场戏。相比之下，大多数人在学校背单字只是机械重复，缺乏情境和联想，难怪转头就忘。多语者的记忆秘诀可以说是投大脑所好，利用大脑爱重复、爱图像、爱趣味的特性，把单词变成有声有色的东西，自然记得又快又牢。秘技是举一反三，多语之间巧妙串门，多语者学得越多，往往会越学越快。这里有一个良性循环的骗局，每新增一门语言，其实都在给后续语言学习打 buff 加成。原因是人类语言并非彼此完全独立的孤岛，它们之间充满规律和联系。多语者善于发现并利用语言的共性和模式，达到举一反三、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词汇的共通，例如欧洲很多语言同源，同一个拉丁或希腊词源衍生出多国单字。懂英文的人看到西班牙语 nation、意大利语 nation， 大概能猜出是国家 nation。会法语的人学葡萄牙语，发现太阳法语是 sole， 葡语是 sol， 长得很像。多语者在学第2、第3门语言时，脑中已经存有上千词汇的亲戚清单，一遇到新单字就能自动跟熟悉的词做比对。这跟某某语言的词只差一个字母。如此一来，新词汇仿佛不是完全的陌生面孔，而更像老朋友的变装，认识起来容易得多。这种语言家族带来的优势，让他们大幅缩短背单字的时间，仿佛偷偷走了捷径。除了单词，多语者还会比较语法结构上的共性，比如发现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的时态变化规则很相似，又或者日语、韩语的句子结构同为 SOV 型，主语、受词、动词、助词用法也略有雷同。有了前面语言的经验，学下一门语言时，他们不需要每条语法从零学起，而是会想，这规则好像在哪看过，跟某某语言有点像，那么它后面的变化我大概也能猜到。很多情况下，猜还真猜对了，等于一门语言的语法知识在另一门上再利用，甚至即使语言差异很大，
多语者也练就一种提取抽象模式的本领，例如了解到世界上的语言不是主谓宾就是主宾，谓顺序、形容词要么前置要么后置等等，他们脑中有个活的语法树，遇到新语言就往树上分类定位。这听起来学术，但其实是一种直觉思维。他们学的语言越多，越能迅速看穿新语言的规则骨架，抓住本质，快速构筑起语言框架。有趣的是，一些多语者还会同时学习多种语言，而不是顺序一个个来。一般人担心同时学多语会搞混，但高手们反而利用同学多语的方式提高效率。他们可能刻意把相似的语言放在不同时间学，避免干扰。例如，上午练习德语，下午改学西班牙语，晚上看点日语，语言之间隔开，或者反过来把相似的语言集中比较学。例如，同一天轮流学法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，把共同单字放一起对照记忆，加深印象。青野孝馁就提出了他的同时学习法，能够在1年内平行推进5种语言而不乱套。他的做法包括精细的时间管理和计划，交替安排学习内容，让大脑在不同语言间切换自如，又保持新鲜感。这种弹钢琴般多线操作对新手不易模仿，但某种程度上，不同语言间反而互相刺激。学累了甲语言，就换乙语言，等于让大脑在各种语言之间换挡休息，避免单一语言学习的疲劳期。同时，多语环境本身也形成一种独特沉浸大脑习惯了不同语言并存的状态，更灵活地在各语言中转换。久而久之，他们获得一项令人称奇的能力，快速在脑内切换语言模式。对他们来说，语言就像桌面上一排开着的应用程式，点一下就能活化某一个，并行而不混乱。对一般人而言，仿佛超能力，但对多语者而言，正是长期训练下的大脑适应结果。秘技5：热情当燃料，兴趣当导师。谈了这么多技巧，别以为多语大神每天过的就是枯燥刻苦的日子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很多人学习语言的方法看起来一点也不用功，反而像在玩，在享受。这就是他们的另一大作弊武器，强大的兴趣与热情。对一般人来说，背单字、学文法可能像苦差事，但对多语者而言，学语言本身就是乐趣。他们往往对不同文化、不同声音充满好奇心，学一门新语言就像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，品尝新的美食，欣赏新的电影音乐。这种强烈的好奇与渴望支撑他们主动投入大量时间，却不觉得枯燥。正所谓乐在其中，时间久了也不觉累。有人形容多语者就像收集宝可梦一般收集语言，从中获得成就感和快感。比如那位地毯清洁工汪史密斯，为什么明明不是学者，却疯狂学了几十种语言？他自己说，因为我想拥有那种力量，能和任何人沟通的力量。他初次用生疏的俄语跟一位俄国太太打招呼，对方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情，仿佛被幸福猛击了一下。这让少年时的 Vaughn 第一次感到语言带来的成就感与连结感。从此，每当他遇到新语言，就像着迷一样想去征服。这种源自内心的动机，是任何补习班的强迫都比不上的。多语者还善于把语言融入生活兴趣中，让学习变得有趣而有意义。举个例子，有位台湾的多语达人 Terry 能说50种语言。他分享秘诀时强调，千万不要把语言学习当成一项孤立的任务去完成，而要把它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。他自己走遍世界各地时，就把外语融入日常。爱听音乐的人就用目标语言听歌学唱，喜欢烹饪的人就用目标语言研究菜谱、看美食节目，爱打电玩的就试着玩外语版游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语言不再只是考试科目，而是参与你热爱的事。学的过程充满乐趣，当下就有收获，不用等遥远的未来才见效。例如，你熬夜刷剧，本来只是娱乐，但如果看的是西班牙剧集《纸房子》原声版，隔天发现自己无意中记住了几句俚语台词，这样寓教于乐的效果，绝非填鸭背书所能比。可以说，多语者是创造乐趣的高手，他们会想办法把乏味的练习转化为有趣的挑战或游戏。哪怕背单字，他们也可能制定小目标，10分钟内看能不能记住这20个单词。Go！
像玩闯关游戏一样和自己竞赛，而且他们非常享受应用语言的乐趣，能用新学的语言和外国朋友聊一聊，在旅行时不用翻译就点餐，或是读懂一本原文小说，这些小成就会令他们产生巨大满足，进一步激发学更多的动力。于是兴趣、成就、动力形成正循环，让他们一直走下去。相比之下，许多人学语言缺乏兴趣，只是为考试或履历而学，没有内在热情支撑，很容易半途而废。多语者靠兴趣作弊了，学习的苦痛把它变成快乐源泉，所以才能长期投入，厚积薄发。秘技6：钢铁意志，不怕犯错，当笑话。除了兴趣，多语者还有一项心理素质上的秘技，勇敢和厚脸皮。这其实前面强制开口已有所体现，但值得独立强调，他们对错误和挫折的容忍度远高于常人。学语言难免闹笑话，说错词，用错语法，被纠正甚至被取笑都是常有的事。很多成年人因此畏首畏尾，生怕张口出丑，结果干脆闭嘴不学了。但多语大神通常非常能放下身段，在他们看来，每次说错都是进步的契机，被纠正一次，下回就记住了。他们甚至抱着幽默感，乐于自嘲。例如，某多语 YouTuber 分享说，他刚学德语时，把下午好 Guten Tag 讲成好毒啊 ，Gift 是毒药的意思，弄得对方一头雾水。他自己则笑着把这乌龙写进笔记当笑料。这种把错误当有趣经验的态度，让他们越挫越勇，不断调整。而心理学研究也指出，犯错其实是大脑学习的必要部分，每次纠错会加强脑中的记忆痕迹。如果过于害怕犯错，大脑反而学不到真正运用该知识。所以多语者相当于给自己装了一个无惧插件，不怕丢人，勇于尝试。这点在成年学习者身上尤为珍贵，因为成年人的自尊心常是学习外语的大敌。多语大神想办法解除这个心理锁，甚至透过调整自我定位来减轻恐惧。有的人干脆给自己在不同语言设定不同人格。说西班牙语的，我是外向爱开玩笑的，所以即使说错也没什么。讲法语的我很优雅，所以慢慢说，说不好也优雅地笑一下。透过这种角色扮演，他们在外语中的表现更放得开，不被现实身份的包袱拖累。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暗示的作弊，让自己敢于开口，持续练习，时间一长，反而真正在该语言中培养出自信心。反观很多人学语言，往往抱持完美主义，没10成把握绝不开口，结果错失了大量练习机会和修正错误的可能。一位知名女翻译家，也是多语者的匈牙利人伦波卡托就说过，我们只有在使用语言中才能学会语言，别无他法。拒绝开口的人，其实就关闭了掌握语言的大门。多语者正是深谙此道，他们宁可像孩子学走路般跌跌撞撞，出糗百回，也要让自己走起来。他们用汗水和笑话堆砌出了流利，而我们往往还困在脑子里做文法选择题。这心理上的差距看似无形，实则是决定性的一步妙棋。秘技7：资源最大化，善用科技与人脉。更让人称羡的是，多语者往往懂得充分调动各种外部资源，这在旁人眼里几乎等于开挂。现在是资讯爆炸的时代，学习语言的资源不胜枚举，线上课程、手机 App、语言交换网站、YouTube 教学影片、播客、电子书，关键在于如何聪明的选择和组合。多语者通常很会搭配套餐，例如他们学一门新语言，可能同时使用多种工具，基础发音用 YouTube 免费教学，影片入门，听力练习用 Podcast， 每天固定用 Duolingo 或 Drops 这类 App 记单词做暖身，再找一本好玩的分级读物练阅读，睡前刷一下 Quizlet 卡片做复习。许多普通学习者其实也下载了不少 App， 买了不少书，但可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或是用错了方法。而多语者善于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工具组合，形成习惯。例如，有些人觉得 Rosetta Stone 软体沉浸式教学很有效，就天天坚持；有人偏爱 Anki 自制卡片的灵活，就自己建立巨大的单字卡库每日练习。
他们甚至会针对不同语言特点选资源，学欧洲语言多用某款 App， 学亚洲语言找当地教材等等，因地制宜。这种优化组合让他们学习如虎添翼。试想2个人都花1小时学语言，一位只看枯燥教科书，另一位用1/3时间听音频，1/3对话交流，1/3游戏测验，谁的效果好不言而喻。此外，多语者还极会利用人脉资源，语言归根结底是用来跟人交流的，他们深知向母语者学习是最快的捷径，因此他们很早就勇于寻找语伴，参加语言交换活动，或者透过网络结交讲该语言的朋友。像翁史密斯中学时就主动和校内各国留学生搭话，靠着和巴西、罗马尼亚、伊索比亚同学的交流，他在校园里就学会了葡萄牙语、罗马尼亚语，还跟着以索比亚女孩学了阿姆哈拉语。这种从真人身上现学现用的速度，绝非课堂所能比。现在网络更方便，很多多语者会在社群软体上主动私讯母语者，或参与语言学习论坛，加入语言群组，求教发音，请人纠正句子。大多数母语者其实很乐意教几句自己的语言，尤其对方也愿意交换语言。透过这些互动，多语者相当于获得免费的随身家教，而且真人互动还带来附加好处。你为了跟朋友聊天，自然更积极地学更多的日常用语，学到的表达也是地道活用，而非书本例句。可以说，他们把结交朋友这一人际技能也用作了学习语言的助力，形成社交驱动学习模式。反观许多语言学习者闭门苦读，其实失去了大量可以快速提升的机会。于是多语者在人脉和科技双重辅助下，学习曲线更陡升，令局外人看来简直是开了挂。秘技8：大脑升级，越学越强。有些人或许会问，多语大神是不是大脑构造天生不一样？他们真有语言天赋吗？这问题曾引起科学家的兴趣。脑科学研究发现，长期使用多种语言的人，大脑确实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。比如英国的研究显示，双语者的大脑灰质密度比单语者更高，尤其在掌管语言和认知控制的额叶、顶叶区域。也就是说，经常切换语言等于给大脑做健身操，让某些脑区肌肉更发达。另一项研究指出，双语使用还能增强白质纤维的完整性，提高脑神经连接效率。用通俗的话说，多语者的大脑回路可能更紧密发达，讯息传递更快，注意力转换更灵敏。这些改变不仅对语言本身有利，还可能带来副作用。例如，一些研究发现，双语者在某些认知任务上表现更灵活，老年时罹患失智症的年龄也平均延后。当然，科学界对多语是否让人更聪明还在讨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大脑对学语言这件事非常诚实，你用的越多，它就适应的越好，甚至结构上出现可观察的改变。最惊人的例子莫过于麻省理工学院前2年对一位超级多语者大脑的扫描研究，受测者就是先前提到的地毯清洁工 Vaughn， 他能流利交谈8种语言，基本对话再加上略通至少30多种。研究人员找他扫描脑部，想看他的大脑处理语言时有何独特之处。结果出乎意料，他的语言区域反而比一般人更省电。当让他和普通人都阅读相同英语句子时，核磁共振发现普通人的语言处理区域亮起大片讯号，耗氧量较高，而 Vaughn 的大脑同区域反应微弱，几乎不用花什么力气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大脑处理语言信息时非常高效，别人费劲的理解过程对他来说像肌肉记忆般轻松。研究者形容，他的大脑像是长期训练后变成了省油的引擎，以极小的资源完成语言任务。这种差异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训练的结果呢？科学家也无法定论。或许他的脑回路天生对语言敏感，也可能是他常年驰骋语言世界，用进废退，让大脑优化了语言处理系统，或者两者兼有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可以确定，语言高手的大脑确实和普通人不太一样，但这种不一样，与其说是神秘天赋，不如说是千锤百炼后的人体改造。就像举重选手练出壮硕肌肉，大脑也会随着我们的训练内容而改变形态。每个人起点或许不同，但后天努力绝对能让脑力发生质变。
多语者只是极端体现了这点，他们把语言区练得更精实、高效，因此学更多语言时反而越学越容易。难怪有人说第一门外语最难，之后越学越快，到了第 N 门时几乎像长了翅膀，扶摇直上。当然，聊到这里，有人可能还是心存疑问，难道多语大神真的完全没有天赋加成吗？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个体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天赋差异，有的人耳朵特别灵，音感好，模仿发音特别准，有的人记忆力惊人，看一遍单词就能记住。这些先天优势在语言学习上如鱼得水，但天赋并非全部。多语者自己也往往强调方法和态度比天赋重要。那位会说50种语言的 Terry 就直言，语言没有天分，语言是本能。意思是每个正常人从小都能自然而然掌握母语，学习其他语言只是在启动这种本能而已，关键看你是否用对方法。Terry 花了20年自学语言，他用自身经历证明，选对方法，持之以恒，人人都能成为多语者。许多知名的多语大神，其实早期并不被认为有什么特殊天赋，有的甚至在学校里是语言成绩平平的学渣。例如有位英国的多语 YouTuber 在影片中笑称，我法语课考试差点挂掉，老师大概想不到我现在会说10几种语言。这类例子说明，传统教育下不出色，不代表他没潜力，可能只是没找到适合的学习方式。当他一旦摸索出上述那些秘技，便迅速弯道超车。谈到传统教育，不妨思考一个现象，为什么我们在学校苦学10年英语，很多人还是无法流利交流，而那些多语牛人往往自学几个月就能开口讲得像样？这正是因为传统学习模式和大脑机制有些脱节。我们在学校学语言，常常像学数学、历史那样，在学记单字、背文法规则、应付考试，一切围绕纸笔测验转。这导致我们积累了一肚子知识，却不会运用，脑中虽装着字典文法书，嘴上就是说不出。更糟的是，课堂缺少大量输入和输出机会，一周几小时英文课远远不够，却给人一种错觉，我学过英语。实际上，大脑获得的语言刺激太少，难以建立起语感和流利度。反观多语者的做法，他们不走传统考试路线，而是把语言当成一项技能在练，就像游泳、弹琴一样。他们知道语言学习的本质是熟能生巧，不是光靠看书就行的。他们也许略过繁琐的语法课本，直接透过阅读和听力在语境中体会语法。他们不会傻傻从 A 背到这单字表，而是先掌握高频词汇，以沟通需求为导向学习。他们更重视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，而非临时抱佛脚。在学校考卷上，可能他们文法选择题拿不到高分，但到了真实情境，他们却能用简单句子灵活表达。随着使用越多，正确性也自然提高。这正是直接学习法的威力，相较间接学习，先学理论再应用，效率高出许多。难怪有人批评传统语言教学本身像个反复练习考试技巧的游戏，却没有教会我们怎么玩真正的语言交流这款游戏。多语者等于是跳出了这个框架，用作弊的正确打法通关，我们才惊觉原来语言还可以这么学，这么快。说了这么多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多语言高手真的在作弊吗？如果说作弊是指走捷径，用巧劲而非死磕，那么是的，他们无疑用了各种攻略，但这种作弊并不违反规则，反而是利用并顺应大脑的规则。大脑喜欢大量输入，他们就给它大量输入；大脑需要反复练习，他们就大量开口；大脑偏好有趣、新奇、刺激，他们就让学习过程趣味横生；大脑依靠联想记忆，他们就编织联想网；大脑擅长模式类推，他们就举一反三。最终的结果是，他们解锁了语言学习的潜能，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叹服的快速习得奇迹。在外人眼里，这好像不可思议的魔法，但魔法背后其实有迹可循。或许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语言学习好比一场迷宫探险，多数人按部就班在迷宫里摸索前行，速度缓慢，而多语者敏锐地发现了地图上的隐藏传送门，一下子穿梭到迷宫的另一端。他们不是不走路，而是会找到捷径。更妙的是，他们往往乐于分享这些捷径给大家，
如今网络上许多语言达人开设频道和博客，传授自己的学习心法，从发音口型讲解到记忆技巧传授，毫无保留。因为对他们而言，语言带来的是沟通和交流的快乐，他们相信任何人只要愿意，都能踏上多语之路。只不过捷径归捷径，该走的路他们也一样没少走。多语者再聪明，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练习，只是他们把时间用在刀刃上。可以说，他们是用聪明的方法进行了刻苦的练习。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午夜，他们可能在书桌前默默记单字；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清晨，他们也许在对着镜子矫正发音。他们的确走了捷径，却不是偷懒，而是比我们更加努力，只不过努力的方向更有效。所以与其说是作弊，不如说他们找到了打破常规的创新之道。最后，我们不禁要问，既然多语大神们已经总结出这么多高效学习秘籍，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复制他们的成功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。或许我们未必都能像他们那样一年学5门、10门语言，毕竟那需要极强的自律和热情，以及许多现实条件的配合。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宝贵的方法，每天多一点沉浸，主动去用，不怕出错，大胆开口，善用工具和资源，培养对语言的兴趣，把它当成一场探险而非苦役。只要思维一转变，学习效率往往大不相同。下次当你看到那些在网络上切换语言如换衣服的传奇人物，与其感叹我不行，不如试试他们的做法。记住，多语者并非生来就会多种语言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最初也只是从零开始学起，只是在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条捷径之路。我们完全可以沿着他们趟出的路走上一层，说不定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进步。在这个科技翻译日益发达的时代，也许有人觉得未来直接靠机器翻译就好了，学语言又苦又慢，何必要费劲？然而，多语者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，它不仅是掌握一项技能，更是在拓展我们的心智边界，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看世界。透过语言，我们和不同文化的人产生连结，体验他们的幽默和智慧。这种深度交流是冷冰冰的翻译程式无法替代的。所以，或许真正热爱语言的人，并不介意花时间在这上面。对他们而言，这不是浪费，而是收获。而那些秘技和捷径，只不过让这段旅程变得更加刺激、高效罢了。总而言之，多语言高手看似在作弊，其实他们是抓住了语言学习的本质，用巧劲配合苦功，创造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果。他们的经验证明，传统的慢路并非唯一的路，我们完全可以用更聪明的方式、更开放的心态去学习语言。当然，聪明的方法不能取代坚持和热情，两者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奇迹。希望他们的故事和秘技能启发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捷径。也许多年后，你回顾时会发现自己也变成了别人口中的语言高手，而那时你会明白，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找对方法并坚持到底的普通人。与其羡慕他人在游戏中通关，不如拿起攻略，开启属于你自己的语言冒险吧。